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那有人说，因为今年包含北京冬奥的举办，或者包含现在各国突然觉醒认为中共不是一个良善的政府，他会现在赶快变成哀兵姿态毕竟大家讲伸手不打笑脸所以中共到底真的有对台的部分是会持续的高压，或者开始变成稍微的和缓有没有这样的可能跟迹象呢？我想我们今天就好好来探讨一下。那我们很开心邀请到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我们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闵居正老师这次来到节目。闵老师你好。主持人洪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谢谢闵老师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在2021年哇，这中共出动了大概1000架次的这些飞机来干扰台湾就我想台湾的民众到非常的恐慌，到最后有点无感，但无感当然我们还是有点害怕，因为毕竟这种像狼来了，万一真的针对你的这些国家设施做一些攻击或者做一些干扰，我们还是对我们来讲还是难以承受但只是有一派的声音说，现在好像观察到中共好像变和缓但似乎开始想要展现这个不同的一面那老师您的观察真的有这样的一些状况发生吗？你说到这件事情，倒真的还有一些迹象因为最近我跟一些朋友谈了一下，我们是有这种感觉，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我们的判断。我先说我们的感觉从哪里来。简单说呢，就最近差不多从就去年12月下旬开始呢，我们连续看到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呢都相互呼应，然后呢后面的文章还不断引用前面文章，所以表示说应该是有设计过的。那这些文章呢，它散发出来的味道呢，跟前一阵的不太相同。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第一篇文章就是他们那个全国台湾研究会的会长发一篇文章，标题呢听起来有点学术，叫《台湾问题与研究台湾问题的立场》，但其实不是那么学术，它比较像是一篇统战喊话的文章。这是第一个。第二是官方的新华社在12月22号那天呢，发一篇文章，叫做《促成国家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副标题是权威专家谈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也就是提出个总体方略出来。实际上这个总体方略还不是很明显，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第二篇文章。第三篇文章呢是台湾的一个这个比较亲中共的媒体呢发一篇社论，标题叫做大陆对蔡政府发出讯号，就引用了这些文章，就表示说这些文章呢不是空穴来风，所以我刚刚讲说互相引用呢。第一篇当然就是开路的，那后面2篇呢就引用前面的文章呢，然后他们说，所以这3篇东西呢，应该构成了他们最新的一个对台湾的姿态吧，可以这么说。那这蛮重要，我想大家一定很想知道这3篇的内容是什么。我相信每次闵老师讲完之后，最大的这个 Google 热点一定就是这几篇文章的这些内容。不过我们今天当然邀请到最近老师跟我们提到，这3篇有共同的一些重点的一些内容吗？这3篇到底谈什么？我先说第一篇文章这个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的文章，他讲了几个重点，有几个重点我别的地方说过，我们快重复一下。第一呢，他说，国民党里面有顽固派，那么当年是以老蒋总统为代表，他做了2件事情：第一，破坏国共和谈；第二呢，挑起国共内战，这我已经强烈反驳过了。第二，他说这些国民党顽固派呢，到了台湾，退到台湾之后呢，采取了亲美的路线，然后勾结美国。然后美国那时候呢又派出第7舰队呢进驻台海，所以使得台湾问题拖延久延不决。我也指出来，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讲你们挑起韩战，所以把美国人找来了？你为什么不说这件事情？什么事情推人家头上去？这第2点。第3点又说老蒋总统在台湾呢搞假民主，台湾地方选举什么都假的，都在做票。我说第一是那时候有做票，那时候本来就说不是民主，是有做票。但是即便在做票情况下，依然有许多真正的非国民党人当选，不但当选地方的议员民意代表，还当选了地方的县市长，而且他有实权的。譬如说台北市长高玉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他说国民党在碰到不喜欢人选的时候就做票把它做掉，是有这种情况。那我就说，那你为什么不讲1987年之后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完了真的民主呢？你为什么不讲这件事情？更何况台湾经过这个多次轮替，反对党
跟执政党交互轮替过，大家都执政了，都有机会执政。你说国民党做票，共产党根本不用做票，共产党直接把人做掉就好了。你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这第3点。第4点说呢，国民党的顽固派跟民进党的反动派是一样的，为什么呢？民进党的反动派是坚持支持台独的人，叫民进党反动派；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叫做这个国民党顽固派，所以叫反共蓝或者说台独绿。它这里反共蓝跟台独绿呢有同质化的倾向，这个是反动的。同时呢，他暗批谁呢？暗批我们前总统马英九。他说，2006年的国民党领导人他没有讲名字就说怎么样，这意思这个话呢跟民进党话是一样的，所以这批人跟民进党是一样。大家都知道，马英九呢是统派，但马英九是民主统一派，就中国大陆不民主化，两岸不用谈统一，他话讲得很清楚。所以连这种人都被中共看成是跟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反动派是一样的话，所以请大家听清楚。在台湾，在中共眼里面，台湾人没有不是台独的，你只是显性跟隐性而已。看看台湾人还有什么幻想没有这第4点。第5点呢，说国民党里面民进党里面有人反对一国两制，国民党也有人反对一国两制，他非常惊讶。你为什么不想想看一国两制为什么让大家害怕？你看看香港，这不是很清楚了吗？第6，他要拿这件事情去批评这个经国先生。他说这个小蒋呢看出一国两制核心的是和平共存，然后就故意把它讲成是骗局。看看香港就知道小蒋总统多么有远见，他就讲的是骗局，现在是骗局嘛？这是我的第6个批评。第7点呢，他说，所以这两者呢，国民党的反动派也好，或民进党的这个对不起，民进党的反动派跟国民党的顽固派呢，都是阻碍这个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最根本的力量。你为什么不说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知道中国分裂的最根本的原因，你才是问题。所以每一次中共的避重就轻。所以对这篇文章呢，我有3个基本观察。他把反共蓝跟台独绿呢画上等号，也就是说，台湾基本上没有人呢不是这个在他心目当中呢不是台独，那不管显性还是隐性。所以有些人台湾人现在沾沾自喜说我们跟他不一样，没有不一样，在人看起来都是一样的这是第1点。第2点呢，他当然照样还是鼓吹一国两制，但是我觉得重点呢还不在这里，重点还有2个切割。第一呢，切割民进党就是让民进党呢去这个把一般的民进党呢就绿而不独的这批人跟绿而十分独人把它切开来了，这第一个。第2呢，隐性的对蔡总统喊话你只要不走这个台独绿呢，我们当然还可以谈的空间。这是第1篇文章。所以这篇文章呢，等于说是一个进军的号角吧，就已经吹起来了。这个当然我们常常这个尔虞我诈的部分就像中共会说，你们不要试图把中共跟中国做区分。当然，大家就好奇第2篇，也就是12月22号新华社这一篇所谓的促成国家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威权专家谈新时代党，然后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哇，真的是听起来热血沸腾老师，这一篇到底谈什么呢？对你热血沸腾这4个字可圈可点那个我们过去不是讲过吗？我说，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中共的文宣，你在前面看的真的会热血沸腾，因为他真的用很多很漂亮的文字堆砌起来，然后他们喊话、呼吁、鼓动什么等等，因为他们非常讲究文宣。他们一天到晚讲说唯物论，我他们才是最唯心的。为什么？他相信人的意志可以被改变。那这就是唯心嘛。唯物论的话，你讲到彻底的话，就没有这一块了，对不对？好，所以你刚刚讲说什么促进国家统一，什么热血沸腾，一点都不错。这篇文章在讲什么？第一，我们过去讲过一件事情，不是说两岸关系的主导权跟主动权吗？习近平讲到说要抓住的东西，这篇文章呢，借着访问了几个，第一先讲了前面那篇文章，第2呢又说访问了4个大陆相关的专家，从北到南，然后就提了说这4位专家呢分别怎么看这问题，大概呢就把这4个话整理起来，有几个重点。第一就我刚讲了，抓住两岸关系的主动权跟主导权。他为什么讲这个话呢？那
两岸关系大小差距很大啊，对不对？然后两岸关系主导权这几十年来，我们也看得很清楚，中共基本上主动啊，我们比较被动啊，这我们都承认啊。那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他要说抓住两岸关系主导权跟主动权呢？简单说，针对美国来的。因为现在看起来说，美国对两岸问题这个介入这么深，然后这个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这么用力，所以中共觉得说，好像主动权跟主导权慢慢失去了，所以讲出抓住两岸关系主动权主导权，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有人这个就讲说习近平提出了国家统一理论。坦白说，我仔细看一下，习近平最近没有提出所谓的国家统一理论。那为什么有人这样讲呢？拍马屁。习近平的确是讲了在新时代环境下怎么样，然后国际局势怎么变化，所以针对这个形势因应这种情况，那我们要怎么样面对我们现在的这个问题啊？对内要怎么办？然后对国际要怎么办？对美国怎么办？什么等等，经济怎么办等等。好，然后在他们这种大讲话呢，到最后几段呢，有两个问题呢一定要谈。第一个问题就是台港澳的问题要谈。通常就是香港跟香港跟澳门谈在前面，这两个已经收回来了，所以我们对香港怎么办？对澳门什么政策什么好讲完了，然后我们对台湾要怎么办？通常的意思都是把他们认为的他们自己在香港跟澳门的成功经验照搬到台湾上来，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国家统一。那习近平有没有讲什么新的东西呢？严格说没有讲什么新的东西。但是因为他不断有表述什么的呢，所以有人拍马屁就说习近平提出了一个国家统一理论，其实没有了，但是你硬要掰嘛，是有那么几个意思，我们这边来讲，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倒有点新意思。那有一位学者说呢，我们现在讲统一呢，不只是讲这个形式上的统一，我们要讲心灵契合。这话讲得很好，很有道理，我一直这样讲。问题是怎么个契合法？如何契合？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契合？那你觉得现在香港人被大陆2次回归之后，香港人跟大陆心灵真正契合了吗？还是说更加的离心离德？我很赞成心灵契合，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啊。问题是香港的案例摆在面前，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心灵契合。这些人呢，第一不断的跟你对抗，第二跑到外面去呢，不断的这个发生什么的，第三在香港机场离开的时候，家人拥抱了，哭的这生离死别一样。这怎么叫心灵契合？如果心灵契合，应该欢天喜地说妈，我今天去英国下，然后很快我就回到祖国来了，应该是这么讲话啊，是吧？那现在看起来不是，所以这话很有道理。那问题是你怎么契合法？好，这第三点。第四点呢，他说两岸关系呢由和平发展迈向和平统一，这也没什么了不起了。和平发展他讲了多年了，然后现在慢慢走向和平统一，只把这两个话串在一起，所以没什么了不起。这句话如果你要深究的话，它真正意思就是说，其实我并不想打仗，真正意思在这里。这个我也同意，我也赞成。台湾没有人喜欢打仗。我一天到晚在提醒大家说要注意中共阴谋，我不说叫大家去穷兵黩武，我只是告诉大家说望战必为，这是这个道理。因为人家在用战争威胁我们不能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由和平发展迈向和平原因，他一觉得他不想打仗，不想打仗原因就是我过去讲过2个原因。第一个呢是侵略者最爱好和平，侵略者如果能不用战争的方式，不用诉诸武力的方式，就把你吓到就回来就归我的话，我最高兴，对不对？这个代价最低，然后成本最低，然后收获最大。第二句他自己晓得，现在呢，美国、日本跟全世界眼睛都盯着台湾海峡。现在全世界，你过去讲过多次嘛，很多份国际报纸都说台湾是现在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坦白说，可能你说的对啊，台湾人现在可能真的是麻木了真的不觉得我们是最危险的地方。我们觉得是有风险，是有危险，但真的不觉得最危险。你要相比起来，我们可能觉得说乌克兰更加危险，我们还不这样觉得。说起乌克兰，我还想起一件事情，我们那不是讲过说，俄国跟乌克兰，然后中共跟台湾对美国形成犄角之势的压迫吗？好，那我们是从这边讲说我们要注意什么的。最近我听到波罗的海3国的人讲说，有这个议员跟这个学者出来讲说，
这两边形成犄角之势，所以当中共对这个台湾这个威逼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俄国对我们怎么样。这话跟我们完全要跟说法完全跟照镜子一样。那也就是说，大家都看见这个态势的确如此。所以这个大陆说啊，两岸关系希望由和平发展迈向和平统一。我们现在真正担心就是，如果说美国计算错误的话，会给中共错误的讯号，让他觉得说可以对台动手，可以干什么。所以这点我们要特别呼吁啊，这第4点。第5点呢，他就提出了一国两制，然后隐隐约约说啊，在台湾的做法会不一样。我们简单说就是一国两制台湾版这件事情，我们就得好好谈一下。我记得我们过去谈过说，台湾也有人呢喜欢谈什么一国两制台湾版，然后在那边沾沾自喜啊，在那边这个基本上有点像梦呓似的说，我们跟香港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版本会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主权有军队，不会是这样的啦。你醒醒吧！中共在没有力量的时候一定会这样讲话。中共在有力量是什么？你有主权，你有军队，我把你碾压过去，我看你还有没有主权，还有没有军队，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台湾之前还在做梦，以为说会有不一样的待遇。第一，不会有不一样的待遇。香港现在活生生的演给我们看一国两制是什么样子。在上次投票的时候，香港人呢就讲了，说这次完蛋了。然后台湾我们要投票的时候，香港人隔海呼吁说，台湾人千万不可以相信一国两制，叫我们审慎投票。我没有说要投谁，我只是说香港人感同身受，告诉我们说，台湾人要珍惜你们的民主跟自由。好，那现在中共又说一国两制要推台湾版，台湾还有人兴高采烈说啊，我们来欢迎这一国两制台湾版。你真的是把这个吊绳呢往自己脖子上套，还套得不够快。中共想说，这国民党还真好骗。我从1921年骗你骗到现在，今年是2021年，整整100年。我讲上你竟然还相信，这笨的是可以的了。好，这第5点。第6点就刚刚前面讲过了，不过他讲的比较明确啊，交流发展、融合发展，迈向统一，就刚刚那个意思。所以这6点呢是第2篇文章的重点，就4位专家重点。那从这几个重点呢，除了刚刚那些观察之外呢，应该这样说，严格的讲了，其实习近平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国家统一理论，但就把什么心灵契合啦，然后什么融合发展啦、和平发展这些搬出来，然后这人就硬是造出一个说所谓新的理论。那我们只是想一个问题说，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治，台湾即便民主政治，我们说有很多缺点哈，我们自己也说很多缺点，但我们常讲，我们说民主政治呢有自我疗愈的能力，只要不要外界干扰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自我疗愈。但是一党专政是没有自我疗愈的，一党专政就是强大的时候貌似强大，一旦崩溃的时候，那速度快到你难以想象，搞到你目瞪口呆还不晓得说它已经瓦解了。所以台湾还有人在想这个事情呢，不要糊涂了。睁大眼睛仔细看一看，想清楚人家对你干什么。是，这蛮重要。当然到第3篇，就12月25号台湾内部的报社所登出的文章，当然也针对上述2篇的文章做了一些评析的部分，大家就很好奇这里面为什么会显现出中共的迹象或中国迹象有一些不同呢？老师怎么看这第3篇？这篇文章呢是台湾一份亲共的报纸呢，然后去发出了一个社论。然后他的意思就是呼应了2篇东西，而且明白刚才讲，你不是读了第2篇文章的标题吗？他明白讲说，你看他标题讲说是权威专家，可见其分量。所以明白告诉你说啊，这个东西是有深意的，就这样发，然后那个人那样发文章了，这样发是有深意的，然后怕你们看不懂，所以我在台湾再解读一遍给你们听。他这个意思。好，有几个重点。第1点，对国民党立场不变啊，这点我等一下再解释。好，这第1个。第2呢，这个他说，民进党呢有不同的这个派别跟不同的什么，所以他很清楚讲说有台湾绿对不起，台独绿跟绿而不台独有2种人。所以他觉得他讲了，他点名了，他说你看这些文章很明白讲了，然后坚持台独的这些民进党呢叫做什么什么，所以是民进党反动派。好了，所以切割了再来，他说呢。北京方面呢，面对这段时间
国际上也好，国内也好，或两岸之间也好等等，有关两岸问题的复杂声浪，他头脑是很清楚的。他把这3点点出来，我倒觉得蛮重要的。他第一呢，他台独方面做了很多动作，但是北京方面没有被这个而激怒，就是不被台独激怒，这第一个庆幸。第二，他没有讲细节，但他说美国最近这1-2年来有很多支持台湾的动作，但是呢，北京没有被这个动作所干扰，这个也不错啊。第三，大陆国内呢有很多民粹的声浪，要武统啦，要攻台啦，要统合啦，要什么等等。他说我们没有被武统民粹呢所迷惑，所以第一不被台独激怒，第二不被美国所干扰，第三呢不被武统民粹所迷惑。如果中共真是这样的话，那倒还不错。那比方说，他至少看清楚形势。那问题是，我不确定说他最后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这一步。有的时候前面说不被干扰、不迷惑，但是走着走着就路就歪掉了，所以我不晓得。但他有几个重点，他自己讲，他说，第一呢，他说，前面几篇文章讲的是促统，而不是说立刻要统一。所以，比方说统一呢没有时间表，那只是促统而已。第二，他又特别讲了我刚刚讲的心灵契合论，帮他鼓吹了一下，但没有提什么新的东西，但点出来至少说明说这是一个新的思维，这是一个思路。至于怎么契合法呢，看他怎么说。第三点，他点出来说，这个文章里面有趣的是，跟台湾问题呢利益有关各方，他特别点出来了，他说2方面，第一呢，不排除外国。美国跟日本呢是有利益各方。第二呢，蔡政府也是有利益各方，这点呢很明确了。所以就深恐台湾人看不懂这2篇文章，他就帮我们点出来了。什么叫不排除外国呢？就是美国跟日本呢跟台湾关系很密切，然后最近有多次表示态度等等。所以比方说，如果将来要处理台湾问题的话，至少中共现在告诉你说，我尽量不伤害到你们利益。我不排除你们，我愿意跟你们交流，跟你们谈的问题，事实上也并不奇怪。你可想而知，上次不是拜登不是跟那个习近平通过话吗？对不对？讲几次，然后后来明白讲说台湾问题是讨论这个重点之一，所以拜登会谈，习近平更会谈，所以他不排除美国方面呢，去看所谓不排除什么意思，他只是不排除对话。但是排除你对台湾的介入了，我猜这意思。所以对日本方面也是这样子。那日本方面最近还传出的消息说，是美国不是有台湾关系法吗？所以日本想说，是不是日本来定个台湾关系法？其实有没有都没有关系，有当然最好，没有关系。只要日本人能够抓准方向，晓得说你国家利益之所在，晓得台湾对你重要性，你丝毫不放松，跟美国紧密配合呢，那也就够了。那你若能够立一个台湾关系法，那当然也好。好，这是日本的部分。但我觉得更重要就是这篇文章点出来说，不绕开蔡政府。那所谓不绕开蔡政府呢，他已经明白讲了，他说，如果你站稳中华民国宪法跟增修条文，然后什么等等呢，然后呢，这个两岸关系呢还大有可为。如果这段话是北京受益的话，那就真叫可圈可点了，他真的是在喊话了。因为前2篇呢是隐约的讲到这个意思，这篇是把这话呢已经推到门口了。讲白了就是说，如果你蔡政府跟台独率切割的话，两岸之间呢还有谈的空间。两岸现在不是断了6年了吗？那现在说还有谈的空间，那比方说是有点机会。所以我们看他们这个话呢，到底什么意思？这个难怪老师会说过，最近好像看来中共对台的部分有些转变。当然这转变，我们总是还是会比较谨慎跟小心当然特别透过稍微亲共的媒体这边所写的这些相对一些内容，那跟过往这种战狼式的这种喊话口号那个狼性还真有点不同。但毕竟还是台湾的媒体写的那我不知道这个老师，我们从这篇文章这个社论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些，可以我们再进一步的来做一些延伸的解读吗？你刚刚有一句话给了我一个灵感，你不是说冬奥吗？对不对？冬奥就是下个月了吧？这2月份嘛，冬奥好。那如果说2月份冬奥的话，那现在国际上不是讲说外交封杀吗？什么等等吗？
所以现在至少北京会觉得很难受嘛，那这么多人都不来捧场，所以他想缓解国际上对他封杀跟压力。那从这边回头看，就是说过去1-2年呢，我们节目上谈了很多嘛。北京在外交上的四处出击，不管是南海问题、香港问题、台湾问题或者其他问题呢，他四处出击，所以得罪了国际，就像战狼外交嘛，得罪了国际，外部压力非常大，他现在外交上几乎陷入空前孤立的状态，所以我认为他想缓解这一块。那你说缓解就直接对外国去缓解就好了，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国际上看起来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这样对你，因为你要破坏国际秩序，破坏世界秩序。香港已经破坏成这样子，要你回头看起来不太容易。但如果在台湾问题你停下来的话，我们说不定还会重新评估这态势。所以中共计算这东西非常精到。我猜中共的计策是，国际上压力呢，你要我直接缓解不来，但有个办法。我如果对台湾放缓一点点，国际看见了，国际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我认为这是他的策略之一。所以他的国际上解决不了呢，转而来对应付台湾，然后这个是个多重考量的。好，那从这边出发啊，所以第一，对台湾呢要暂时释放，或者至少短暂的释放一些比较和缓的讯号，看台湾方面会比较正面的回应。因为不是刚刚你前面讲了，去年1年搞了上千架飞机过来，你还忘了数他们的军舰呢？还有军舰，你还有军舰呢，你把军舰数那更不得了。而且还不是只跑台湾海峡，台湾东岸也都跑了，所以你两边算起来，台湾承受压力很大的。那么台湾我们在节目上谈了很多次，被大陆文攻武吓这么多次呢，那现在固然是有点麻痹，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有点警惕心的，我们还是在提醒我们说，中共一天到晚想并吞我们。所以他现在大概想缓解这一块啊，当然这个东西我们说完之后，看他今年怎么表现，看看今年的军机军舰扰台湾呢有没有减少。你刚刚那句话倒给了我很重要的灵感啊，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冬奥之前会减少对不对？可以来观察，来观察，然后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冬奥之后应该会增加或恢复，大概这样啊，这个时间点。好，这是对台湾。那对台湾，这对台湾整体，然后对台湾内部呢，我们刚刚讲了，切割民进党，切割台独绿跟绿而不独的这批人，切割民进党。第三呢，对蔡英文喊话，你如果明确切割台独绿的话，那我们双方有谈的机会，甚至有某种程度和缓的机会，这些我觉得都蛮重要的。但更重要一点呢，我想提出来，因为这个文章里面呢，琢磨不多，但是我觉得我倒读出另外一点味道来。你觉得你听了半天，你觉得他们对国民党什么态度？放弃了，我已经不跟你谈了。对，我觉得你扶不起的阿斗，不只是扶不起阿斗，要不然就反过来说，你已经被我收编了。也是一个部分，已经自己人了，所以你不是重点了，对不对？所以你现在看懂没有？如果这个解读是对的话，那么国民党亲共结果是什么？里外不是人。台湾内部拿不到选票。万民唾弃，在外面中国人觉得说你已经被摸头了，国际上对你放弃，那你还有什么希望？所以讲了半天呢，我觉得重点是什么呢？中共这次呢，这段时间呢，它是释放出一些略微温和的讯号，借着对台湾缓和的姿态，向国际发讯号，不完全针对台湾。意思就是说我翻成白话就是，那我现在对台湾好了，你们要对我好一点。翻成白话就这意思。当然另外一点就是麻痹我们台湾人，希望我们台湾人不要反共，然后不要亲美。我再说一次，中共的策略是多变的，但是核心是不会改变的。也就是说，现在变来变去呢，他是要并吞台湾，只是用什么手法并吞而已。这些都是统战手法，台湾人跟全球华人都要想清楚，尤其台湾内部的朋友们，不管蓝绿白都要想清楚。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其实明老师已经讲到重点了，他手段再怎么改变，他内心在想的事情跟他最终的目的不会改变。在想另外一个可能也是全球现在整个对于中共正在觉醒的时候，其实大家马上就要来强化这个信念，觉得说不要再被骗了。毕竟在这时候中共放缓放软，就看会不会有一些糊涂的人可能认为说，又是你。像每次你看中共扰台的时候，我们内部的人就是先骂一下，就说
就是你干嘛干嘛，这什么鬼话，这不可思议啊！希望在2022年开始哦，我觉得大家真的必须为这件事情更清楚。就我们节目在其他集也谈到，包含这个渗透的间谍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让你松动，让你心房打开，会产生可能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台湾人还是必须要清醒一点，来认清中共现在在收手到背后的部分。特别刚刚明老师也提到，会不会只是北京冬奥之前玩一下啦？其实我想我们还是要长时间来做一些观察，才会较为精准。不过这个趋向显然也值得我们来关注。那今天就很感谢明居正老师哦，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欢迎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好好的帮我们支持。另外明老师对于中国近代史的部分，我们引起非常多的好评哦。我们特别把这一个系列哦，我们集结成一个单元。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这些单元可以让你非常过瘾的去做一些了解哦。我其实今天在录影前，我也跟老师在提到，包含蒋中正的定位，我相信在台湾都有一些不同的讨论。老实讲，我自己活到这个年纪，真的会觉得一个好人跟一个坏人很难界定，人不会完美，所有的东西功过当然有可能相抵，但功过也可以清楚的罗列了。至少我们的节目秉持的一个立场是把这些事件至少真实的还原，我们不去做一些篡改。也许大家解读会有一些不同，但至少这过程当中提供的资料都是一个很真实，这是我们所期待。所以如果你喜欢明老师在中国近代史相关的部分哦，都欢迎您可以去点击看我们这些专门所设定的单元。当然也谢谢老师哦带来这么精彩内容。我们很多的观众甚至都偷偷回去跟自己的长辈做一下确认哦，其实他们会发现说真的是如此，就知道中共掩盖了多少那个事实哦。那这也是我们节目最重要的功能，我们会持续的努力哦，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有更好的这些题材可以贡献给大家。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支持我们。再次谢谢明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乌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先祝大家2022年新年快乐哦。那这个节目播出以来，当然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哦。虽然我们不是那个一飞冲天型哦，但也是持续稳定的，一直都有成长。当然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订阅留言、分享哦，都又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鼓励。当然我们会努力持续的加油哦。这之前也提到说，我们也希望在这个2022年哦，有机会可以走访到美国去哦。我们也亲自跟我们这所有在第一线的这些评论专家，我们也许可以面对面的来做一些采访哦，希望带来第一手的这些相关的资讯哦，可以分享给大家。当然，也许有机会可以跟大家碰面，所以这也是我们未来的期待的规划里面，在2022哦，这个震惊最前线的团队哦，对我们自己的期许哦。当然虽然是这样期许，但我们知道整个在2022的这些情势还是非常多，让人觉得非常严峻的一些事情，特别是中共对台湾的各种文攻武吓哦，丝毫没有减少过哦。最近路透社有一个 T-Day 台湾战役的部分，当然有提到了中共怎么样对台湾进行各式各样的这些动作，当然都包含这些军事的威吓，包含可能渗透等等。那其中一个部分就是针对用间谍用其他情报战的一些方式的部分，希望来脱考台湾哦。那台湾到底该如何来应应？它会用哪些的一些方式哦？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好好来了解一下。那这我们会持续努力哦。那今天我们就介绍两位来宾哦，好，来跟我们聊一下今天的题目。首先介绍我们前国大代表黄澎夏黄大哥，大家好。接着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陆军备役少将于北辰于将军，大家好。是，我想一开始就请教一下澎夏大哥，因为最近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间谍的部分，我们匪夷所思的部分是到底真实性有多少？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澎夏大哥，您这老国特哦，面对这种新的台谍哦，这尔虞我诈，我相信两岸的情报战一定没有停过，这我相信不用骗人，台湾不用说什么一定有没有，但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我们刚刚讲真实性的部分，澎夏大哥您会怎么看呢？不论是人也好，或者说政治团体也好，或者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也好，他过去的一些经验呢，会对他的一些行为产生
长期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共起家的过程里边，这个所谓我们那时候叫匪谍，匪谍对于国军的渗透啊，一直都是他这个能够在内战当中节节获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呢，这一段的经历，使得说他始终把这个谍报战列为非常重要的一种这个作战的模式。第二方面，因为他自己这样搞，所以他认为说，国民政府啊，台湾也会对他们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呢？当然，在过去两蒋时代，的确是在这方面啊运用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呢，随着这个两岸的开放啊，还有就是说一个时代的转变，特别是这个我们动员戡乱时期结束以后啊，那时候这个是李前总统时代啊，那时候他就曾经有很明确的指示，譬如像我过去在国民党的大陆工作会，过去的国民党大陆工作会是最早的特务单位啊，那时候国安局还没成立啊，那时候这个主要的对大陆的工作就是在国民党里面啊。那么大陆工作会在我那个时代呢，我们还有派遣啊，还有敌后的派遣，而且还有大概100多个私事的干部，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大陆出任务的时候被中共破获逮捕的啊。所以这些过程，但是到了李登辉当党主席的时代，他就很明确的指示，第一个就是说党不要再管这个情报工作，所以大陆工作会就把这一部分的这个完全交给了情报局啊或特勤室这些啊，然后我们就专注在什么大陆政策啊，还有就是说大陆情势的一个研判啊，大陆做这个工作。当然现在国民党大陆工作更完全改组了啊，就是变成说跟大陆交流的这样一个单位，所以有非常大的改变。但是国民党变了，台湾变了，中共没有改变。坦白讲，我们从解除了这个戒严以后，特别是动员戡乱时期结束以后，特别是所谓的9·2共识以后，我们对大陆的敌意大幅降低啊。但是大陆对台湾的敌意，就说他的党政部门一点没有放松啊，他非常的清楚的了解说，这个我就是要统一台湾了，他这个要并吞台湾啊，要完成他所谓的统一大业，这个目标没有动摇过，只是说在不同的时段，他强调的是哪一部分，但是不论哪一个时段，这个情报工作始终是他的重中之重。所以呢，这个我们很遗憾的就是说，自从两岸开放以后，相对来讲，我方部分被渗透的远比对方要严重得多。所以说固然我们也有一些派遣，但是这样的派遣，在马英九总统时代，他第2任以后，敌后派遣停止了，情报派遣完全停止。为什么停止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为了要营造这个国共的和谈啊等等的啊，马英九跟习近平的见面，所以他做了很多那种说不好听就自废武功嘛啊，不但说军队人数的大幅裁减啊，然后这个我们过去我们的云峰飞弹本来早都已经研发差不多了，在马英九时代就把它停下来了啊，然后情报派遣完全停止。不可思议，而且由于这样子，反而造成了说，中共的这个对台湾的情报工作进入一个天堂期。什么叫天堂期啊？我说不好听一点啊，全台湾最豪华、最高的那个建筑里面
中共一大堆人公开的在那边，天天在那里面的名店、名餐厅轮流吃好料。中共的对外的间谍工作，特别是对台工作，从来没有这么的惬意，这么的自在这么的安全过的。你说我们知不知道？知道，但是你又能拿他奈何？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很多地方这个在民主化过程，或者说在两岸关系这个改善的过程里面，特别是如果当你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当你的观念不把对方视为敌人，甚至你要营造说能够两岸大和解两岸一家亲，然后可能会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台湾的新防、台湾防谍工作，那根本就是真的是完全所谓的自毁长城，完全这个完全失去了它的这个防敌的功能。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果影响非常深远。这就是最近这20多年来不断的爆发台湾的台湾被中共间谍渗透或者说是有一部分人被收买的这种状况。但是比这个更严重的是，我们有很多台湾人，甚至于说某些政党，甚至于说某些政治人物，甚至于说某些学者，国家级的研究单位，我都不要点他名了从上到下一片变成了亲共的甚至于说舔共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学者，这个就是让人家很不可思议了所以这一部分，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检讨因为家贼难防，外部进来的我们还比较好来那个，但是从我们自己内部产生的，那真的是家贼难防你想象不到。因为我出道很早所以这些过去在某个跟国安局配合的学术单位里面，这些研究员我都很熟嘛，对不对？那我跟明居正我跟他同年我们我比他出道还早他从美国回学成归国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是少校了，所以说我们常私下聊，我们那个时代所认识的所谓的匪情专家，所谓的反共学者，现在几乎都一片红，只剩下我跟明居正老师我们两个，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还继续的坚持所谓的反共的理念，还有就是说持续的在关注中国对台湾的渗透。所以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一再的在各种节目里面大声呼吁？真的，我们不要小看这些的中共对台的这种工作的对台湾的国家安全的影响。所以这部分实在需要光我们几个学者或我们一些人，或我们一些国安单位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我们大家全民大家共同来留意这个问题。至少大家都要有这个意识，说台湾正在被渗透中。这蛮重要的。这个回想我们那个年纪会说，这检举匪谍人人有责现在好像感觉是一个开玩笑的一个口号。的确像我们这个彭教大哥所说的，我觉得现在的台湾的危急的程度可能不亚于当初，如果我自己的年纪大概在民国60-70年左右那样的一个环境，现在也许更严重，因为中共夹带了它的经济的这些实力的部分，各个国家的部分大家都可以看到，用威胁的，用买的，用各式各样的方法都有办法逼迫就范那这个让我们有点惊呼那个保家卫国的国军过往在10几年来也发生了这个几十起的这个所谓的间谍案这个让我们其实有点伤心了。当然有人说那有什么，我们不是退役将领都可以到中国去坐在那边听训等等。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我们觉得台湾内部所发生的这些隐忧，这我们就会好奇啊，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什么回事？为什么我们那个我也服过役哦，这个告诉我们要喊口号，要消灭万恶共匪，要解救大陆同胞的这一群教导我们信念的人，最终反而是我们讲的背叛了中华民国，背叛了台湾，这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老是这样的事情都不会停止？这个要请教于将军啊，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个从关键的要点来讲，我们年轻的时候从军穿着军服的时候，对岸就是讲求武力统一台湾，至今没有改变过。到现在为止，中国解放军没有放弃武力统一台湾。从我们穿军服的第一天到现在为止，解放军没有改变过。可是我们却变了。我们以前是武力反攻大陆，那早在李登辉当第二任总统的时候，就不再谈武力反攻大陆了。所以这个变化就很大。人家没有放弃武力统一你。好，就算我们不要武力反攻大陆好了，至少我要武力坚守台湾嘛。这个武力坚守台湾是不可以放弃的。那又讲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信念的问题。长久以来，中国共产党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是分不开的。很多人说你不要把中共跟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绑在一起，它本来就绑在一起啊。中国所有的政治人物、所有的军头、所有有权力的人，哪个不是共产党？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组织跟中共是绑在一起的。可是中华民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我们会政党轮替。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中华民国等于中国国民党，分不开。所以我们到任何单位去荣升调职，都会送我们一块中党爱国，这是责无旁贷。中党就爱国，爱国就一定中党。但是中华民国产生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大多数老的军人、资深的国民党员转不过来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政党轮替了，在阿扁时代，中华民国的总统变成民进党，后来马英九又轮回来变成中国国民党，现在又轮到蔡英文又变成民进党。这个认知的问题，中华民国不等于任何政党。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中国共产党所持有的，它永远掌握，永远没有第二个政党可以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中华民国不一样，中华民国透过民主的程序，国民党可以执政，民进党可以执政，有朝一日说不定民众党执政啦，说不定时代力量执政了，那都是说不定，也许会发生，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可是这一群曾经直干戈以为社稷的革命军人，这一群曾经以反共为己任的国民党人，他们不能接受民进党执政。他认为在民进党政府接受了中华民国的政权之后，这个中华民国已经变了调了，所以他不再认同这个政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好入侵的时机。因为他把刚才彭孝老师有讲过，就把那一群曾经坚持反共立场、曾经热爱中华民国的这一群算是守护者，因为换了党执政，换了民进党执政，你不能接受民进党，所以呢，你间接的否定了中华民国，你去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去认同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可以帮你赶走民进党，这是什么荒唐的行为？这是滑天下之大稽、认贼作父的做法。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长久以来是个对抗的政党，中国国民党坚持民主自由，中国共产党讲共产专政，这两个根本是汉贼不两立的政党，你怎么会因为你在中华民国失去了政权，被民进党给轮替走了，你就产生怨恨，你就产生不服气，你就希望引来外来的中国共产党来消灭民进党？这是非常可怕的想法。虽然我们对民进党我们也很有意见，可是我热爱的叫中华民国，愿意服从民主产生的机制。今天经过了民主的制度，民进党当了中华民国政府的总统，我服从的叫中华民国的政府，不管他是谁执政，只要他没有违背中华民国宪法，他没有更改国号，他没有颠覆中华民国的整体的运作，我服从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导，我不管谁执政，我挺中华民国。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永远是我敌对的一方，这不能放弃嘛。除非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说，那我从今天开始我不实施共产主义了，我从今天开始我要走民主自由，那不是你嘴巴说了算，你要做给我看，我才相信。因为共产党不是一个用听可以相信的政党，你要看到，要做到，而且要做10年以上。香港不就变了吗？50年不变，现在香港在干什么？现在多少香港的朋友在变卖土地，要移民，要离开，很多人跑到新加坡去，很多跑不回英国的就跑到新加坡，这就是相信共产党的结果。那我们中华民国跟共产党对抗了70年，虽然我们没有卓越的胜利，至少我守住了中华民国，我守住了台湾这块土地，那是我们长久以来的成果。那不是一个人的这个功劳，更不是国民党的功劳，那是2300万人，因为有信念，因为坚持反共立场，我们活到今天，我们存在今天，我们可以发扬光大在全世界。那现在中国共产党这些党特工人员找到了千载难逢渗透台湾的时机，就叫做政党认同。他从政党认同开始切入你们这些曾经忠于国家、爱国家、把生命送给中华民国的这些中党分子，因为你的中党，它产生了它切入的契机。现在是民进党执政，你不要再服从政府了。现在是民进党当总统，遇到两岸作战，你不要保卫国家，你只要心向祖国，就可以消灭民进党。居然有一群傻瓜！一群蠢蛋，蠢到相信这种统战语言，他已经完全被统战了，浑然不知。他反而觉得我们这些坚持维护、守护中华民国的真正的忠贞分子，认为我们变节了，认为我们变成蓝皮绿骨。我说没有蓝皮绿骨的问题，我们生下来到现在，我们的颜色叫做青天白日满地红，我们是中华民国骨，我们守的叫中华民国魂。我守的不是任何一个党的党魂，所以说我有很多朋友退伍了以后，曾经都是在国安机敏单位工作的，退伍了以后，一过管制期，马上就到中国大陆去，不管是担任这个游说、演讲、旅游，或者是接受特定的这些人去邀去当顾问，得意的不得了。在国军中，他或许没有升到少将，没有升到上校，他可能是少校、中校。退休了以后，拿着终身俸到对岸去，接受到超过在我们中华民国将军级的礼遇，人家把他奉为老师，奉为顾问，他高兴得不得了。你看我在中华民国，你们不珍惜我；我在中华民国，我是个小少校，是个小中校，你觉得我没什么了不起？我到对岸去，别人把我当成最重要的资产来招待，老师长，老师短啊。帮你派车接送，给你最好的待遇，几杯黄汤下肚，几次尊贵的行程安排之后，你就被统战了。虽然你阶级不高，可是你有认识阶级高的啊。虽然你是少校，你是中校，可是你的同学可能已经做到国安局的将级以上的这些主管了。他要统战你的，并不是你本身，他要透过你的人脉，透过你回台的同学的参叙。透过你同胞的情谊，来获得现在国家真正对大陆工作、国家安全、国家机敏事务运作、机场情报征收，甚至国军政策发展的重要方向。透过你，因为中国大陆派人来，他渗透的再厉害，他没有办法获得对方的信任。可是你从小年轻时代就跟这些在国安局、在国防部、在参谋本部任高官的这些同学，你是穿一条内裤长大的吗？喝同一缸水长大的，他怎么会怀疑你？而你就是因为在这种政党认同的错乱，还有你在国家不被重视，然后你到了对岸敌人重视你的时候，你迷失了心智，你的整体对国家的热忱抛之脑后，完全为了成就自己的成就感，浑然不知你已经被中共统战，就是如此的方式。周而复始，不断的复制，不断的深入，一个成功了回来，好的消息、好的缺额跟学弟分享，跟同胞分享，跟同学分享，一个抓10个，10个抓8个，就这样子，你根本不知道你已经变成中共的特工人员，你根本不知道你已经被中共吸收，你浑然觉得没有，他只是惜才。我在中华民国，你们不珍惜我，
到了对岸人家珍惜我，是人家是货，人家惜才。如果今天你本身不具备这方面的人事的专业，你不具备这些人脉的状况，你怎么去抓？你怎么去找？所以我觉得这一些的状况，如果今天不把它点破，不把它找到关节要点给它突破，如果我们国家的国安机制、我们的退辅会，甚至国防部，你不知道这个事情被突破口的重要性，这个突破口会不断的扩大。所以我真的在这边呼吁说，不管是国防部或是退辅会，针对这些退伍的军人，针对这些退伍的将校，不一定要高阶，低阶的你要重视他，你要给他非常妥善的照顾与服务，不是给他钱，不是给他地，而是给他一个介绍的工作的职界，让他退伍以后，他可以继续发挥他青壮年的所长，让这一些国家培养的人才壮有所用，在回馈到社会之后，他可以找到他人生的价值，这样才不容易被中共趁虚而入。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说，军人退下去的时候是米虫是什么？不是，这些人是青壮年，国家不知道珍惜他，当他被敌人所用的时候，那种失血，那种对国家的伤害，那真的不是你这个立再多的法，做再多的优惠措施可以补救的。所以我今天点出了为什么很多曾经对于国家忠贞、对于军队热忱这些退伍退休的人员，大批的都往中国大陆跑，因为他在台湾找不到定位，在于国家退辅机制里面没有给他做一个非常长久的，让他有这个发展的空间，所以他被对方吸收。所以这点退辅会也好，政府也好要重视，否则非常难预防。这个当然也是值得我们来好好关注啊，因为这个议题当然有点复杂啊。因为所谓复杂的部分，包含说，其实我们当然有相关的一些退辅的相关一些机制啊，我们对于一些劳退俸的部分，但我们知道这个到底多少，到底该怎么界定？那人不是领钱就好。刚刚提到的，其实军人最重要奉献的都是他在青壮的时候，因为要体力，大家可以想象，很多退役者可能才40多岁，这老实讲，对很多人讲，40多岁可能才要第二春，才要第二个事业。重新来做发展，那这个必须要好好去思考，因为军人毕竟负有保家卫国。那我们都知道，台湾有许多的武器研发、自行研发，但有时候也需要国际上，特别像美国的这些军事的援助。以前就一直听到一个说法，就是美国有时候不是不给我们好武器，他很怕给了好的武器之后，因为军中泄密的或者这间谍的相关的一些案例一直时有所闻，甚至有时候未接都到这个降级这美国怎么敢提供相关资讯？这个一个拐弯可能就送到中国去了，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产生了许多大家的担忧这是真的吗？真的有因为对于台湾军人的这个忠诚的这些信任而有这个问题，还是这又是中国的一个分化的手段？这部分我们请教一下彭潇大哥。是的，这个其实美国也非常的关注国军的这个被渗透的问题那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过去在资通的一位将领叫罗贤哲少将他的这个所谓的被中共吸收的这个案子的破获，从发现到破获，其实不是我们内部的，都是美国掌控的。那为什么美国会对罗贤哲会注意呢？因为第一个，他是负责资通方面的，资通方面对目前的现代化军队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在这一部分，我们跟美国的合作特别多。其实不止这一部分，现在有很多这个先进的武器这些，但是先进的武器这一部分，因为它里面的很多的零附件就算都告诉你好了，你中国人买不到嘛，也没办法说怎么样，而且没有一个我们国军的技术军官对于所谓的先进武器，他有这个能力去维修或者说拆解或怎么样，他完全没有。很多我们先进的设备武器，这个保养维修都是请这个美国的专家来当然这个美国专家一定是穿便服了，对不对？是不是军方的？
大家反正心知肚明嘛，对不对？那这部分一方面是美国为了要掌控它的国防科技的机密，二方面也是说这样子它才能够比较放心的让这些比较先进的武器不光只是用到我们台湾，用到其他邻国也是一样。所以呢，但是我们很多国军的将领或者国军的干部对国际情势不了解，这个为什么他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所以他不晓得说，他以为说好像只有这个我们国内的系统会监控他完全没有料到说，居然连美国的 CIA 都会关注到你，所以今天也透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再次的提醒我们台湾的党政军特各部门，不要以为说只有我们台湾内部在做一些应有的一些防谍防渗透、反渗透的这种监控。现在特别是现在我们跟五眼联盟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其实这个很多的间谍案是透过五眼联盟的情报这个交流而来的甚至于我所知道，我们连印度都有很多的情报的交流，所以在这一方面有很多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没有派遣，而且呢但是呢我们知道美国在这方面工作做得非常积极这个特别是川普上台以后那么正式的等于以中共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说不好听点就是敌人了，对不对其实美国这方面，我们过去我在这个部队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跟美国已经断交了但是呢，刚开始我也觉得哇，我们很孤独我们独立我们要单独的面对中共压力。但是后来因为我很早到国防部去，我上尉就到了国防部。你到了国防部以后，你就发现说，不是这么回事其实我们跟美军甚至我们跟 CIA 之间的关系还非常非常的紧密，而且是美军也好或 CIA 也好，始终没有忘记中国是敌人。这点让我为什么后来我一直在讲说，我们不要谈什么美军来不来，因为美军从来没走开嘛，对不对只是说换了便服来嘛，对不对？那个在我那段时间，我上尉少校那个阶段，是中美关系、美台关系最低潮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都感受到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些的，现在我们的合作更进一步了，我们现在等于是类似于准同盟关系了。所以这种的合作关系，第一个，我绝对相信美国在中共的中央阶层有他的眼线，很简单嘛，因为中共的那些大官10个有8、9个都把贪污的钱挪到美国去了嘛。你以为美国不晓得吗？你以为美国不会查吗？对不对？然后中共所破获的这个美国间谍里面有好几起，就是因为说他的子弟在美国，然后这个受到这个美国有关单位的吸收，然后要他们回去找他老爸要一些情报资料诸如此类的。因为中国内部最不安全的是什么？它国安单位最不安全。你看连续他的国安部也好他的这个公安部也好，连续高干都被抓起来，这代表什么意义他们自己内部很不安全，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美国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派遣工作，而且长期的埋伏，在重要关节点的时候就会出来。所以为什么说过去这段时间里面，譬如像说我们有一位陆委会的这个政务官的副主任我就不要讲他名字了
说好像是把一些资料拿给中国。后来谁告诉我们的？美国告诉我们的。美国为什么知道？他在那里有人嘛，对不对啊？所以说他在那里有人啊，他那边大陆那边跟台湾的哪些人接触，透过美国会让我们的国安单位了解这些状况。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之下，一方面我们现在因为跟美国跟日本在这个这种战略关系越来越紧密，而且这种互动越来越密切，所以这一方面也幸亏有五眼联盟，有日本这些盟国大家的帮助，使得我们对于大陆的一些情报工作得到一些弥补。但是呢，我刚才也一再讲真的，我们的为什么我们的国军的将领如此脆弱你都到将领了退伍以后如此的公开的这样背叛国家，关键在哪里？关键是就在于我跟我们于将军我们所受的教育我是政战学校毕业的，于将军陆军官校毕业的但是我们都是在陆军官校入伍我跟邱国正是同一期他是陆官的，我们同时入伍那个时候你看陆军官校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直到现在还在党旗飞舞这代表什么意义？就是陆军官校它的前身黄埔军校基本上就是一个在苏联共产党协助出钱出人出教官来建立的一个军校。那这种呢，它基本上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党军学校。所以我们受的教育是什么？党军教育党国一体对不对？党政军一体所以我们为什么刚才于将军提到忠党爱国，好像是你死了以后又颁国旗又颁党旗，这代表忠党爱国这是最完美的 ending。但是说实在，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特别是现在台湾民主化以后就造成了我们很多这些军中出来的，因为他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长期受这种的教育，所以他始终认为说国民党政权丢掉了就等于是完蛋了，党国完蛋了，对不对？所以中共就是针对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现在提出什么反独促统。什么叫促统？好，中国要统一中国是怎么样，对不对反独，你只要反对统一的都是独嘛，对不对？那特别是我们过去长期以来就把民进党当作一个台独政党就把民进党当作好像是什么，但是当然过去有一段时间民进党是有一部分人主张台独的，但是说实在，民进党已经不是当初的民进党，民进党内部做了很多的改变，很多的调整。你看现在民进党还有哪个说台独建国的？没有了说在台湾没有人还在讲台独建国了。为什么？已经可以透过民主的方式获得了政权来进行他的这个执政了。他干嘛还是搞什么建国搞得你死我活的，对不对？所以这些状况的改变，很多人不了解没有注意到政治的变迁。民进党已经没有台独了，但是国民党却丢掉了反共，这实在令人非常非常这个惋惜的地方。而且刚才于将军讲的这种现象为什么说国民党的一些的退休的将领还会有这种观念？我宁可共产党来，我不要让民进党执政。这就是什么？就像当初吴三桂这个开山海关，引清军入关他的想法认为说因为北京被李自成他们这些这个反贼所占领了
他的爱妾陈圆圆也被俘虏了，所以他想说，那我就让清军进来，把这些流寇给打倒。结果流寇是打倒了，大明王朝也就丢掉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常讲说，这叫什么？吴三桂心态。特别是我们这一辈很多的这个军人一直有这种糊涂吴三桂。我说他们糊涂在哪里？就是他们始终定格在那个中党爱国的那样的思想里面。当然我说实在，我了解他们的状况当然我是因为过去工作的关系这个也到美国去办杂志弄这些，所以我们因为经历的不同，所以我的思想的这种变化比较能够结合上政治的变迁。但是我们过去的同学、学长，甚至有些学弟们，他们始终跳脱不出来。坦白讲，我也是很无奈也很同情。但是民主就像一坛老酒一样，好酒需要时间的酝酿所以我们也不要太心急，因为说实在，这一批人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终究会走出历史舞台。那么所以在这段过程里面，我们一定要让我们年轻的一代。所以你看，俞北辰将军大概差我有十几20期吧，对不对？你看他这一代的想法就不一样。我也接触到很多陆官毕业出来年轻一代的想法，那跟过去我们那一代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想法就比较对台湾的认同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一部分我觉得随着时间，我们从民调上就可以看出来，现在认为我要统一的，赞成统一的，或认为说我就是中国人的，这比例越来越少，对台湾的认同越来越多。这种认同一定会进入我们军中。所以当这个认同进入到我们军中，进入到我们年轻一代的军事干部以后，将来中共对于我们的军中的影响会越来越降低。但是我们也不能期待说慢慢来呢。所以说现在国防部也讲说要加强各种监控我相信这一定是如此。特别是这个蔡英文总统上任以后我觉得蔡英文总统对于国防建设这一部分非常的用心，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肯定的。你看国军在他就任5、6年来，国军的战力提升非常多。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看有些人讲说，哎呀，我们那草莓兵怎么样？现代打仗不像过去还什么拼刺刀还像没有，都看不到敌人的主要都是这个远距离的视线外的作战。所以不要看我们的国军也不堪一击当我们说国军有一些这个退将说国军不堪一击的时候，这是最大的入华。为什么入华呢？国军这么不堪一击对不对台湾人怕打仗无心恋战那你为什么不敢过来呢？那你为什么不敢过来？为什么？这代表说，第一个，你也是草兵，你也是草莓兵嘛，你以为你的兵就比台湾的兵强多少吗？第二个事实上这里面有很多军事上、政治上很多的因素，使得说中共的犯台没有这么容易，失败几率极高，失败的代价极大。所以这种呢，我们要让我们的军人，让我们的国民了解，中共想要犯台是不可能性很低，而且代价很大。第二个，唯有大家有这种必胜必成的信心，才会更坚定对于台湾的认同，对于国家的忠诚。所以这部分就是所谓我们的心防我常讲，为什么我一再的对于有些国军将领的一些言行，我都公开的出来批评，甚至于责骂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行为，这散布了一个失败主义，
甚至于一个投降主义，这是对我们心防最大的伤害。没有心防，哪有国防？所以这部分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所谓的全民国防，所谓的全民心防。大家我要珍爱台湾，珍惜我们所有。我们是台湾很不容易有今天，所以说我们要如何珍惜这个，大家都要留意啊！大家都要知道说，中共没有改变对台湾的野心。第二个，中共没有停止对台湾的渗透，所以这部分需要我们不断的提醒自己，提醒我们亲朋好友，大家要注意啊，不要随便听听啊，大陆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他干的啊，表面上大陆好像是这个很多建筑很新啊，很多建设很新，但是实际上脑袋里面的观念没有改变，脑袋里面始终是那种过去的这个中国是这个上国的这种概念始终认为你们这些就要向他朝贡，就要向他磕头，这种观念没有改变，这种观念没有变。坦白讲，表面的繁荣是一时的。我觉得我们最大的这个，为什么很多人到台湾来发现说，台湾的建筑很老旧，但是台湾的观念很新，特别是台湾所形成的一种与时俱进，跟世界潮流密切接轨，甚至在我们的很多科技领域里面，我们还走在这个全世界的前列，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所以在这样，我们要了解自己，珍爱台湾，这个才是最基本的来反制中共渗透的最有力的武器。是哦，真的非常重要。心防的部分，我想大家一定同意哦。这个如果大家透过中共现在在做一些认知战的部分，让我们自己内部做分化，它就可以有涉入的机会。其实这些渗透战的部分大概也是如此哦。从我们看路透社报道这个谢习章的共谍案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也在俄语，甚至包含总统的行程、总统的随扈可能都有遭到这些相关的一些渗透。所以整个来说，这是非常多的一个问题要解决。我还是相信有非常多在坚守的保卫台湾人民、台湾土地、台湾共同价值的这些第一线的军人，我相信还是有非常多。只是说那怎么办呢？这种事情因为不断的发生，那这问于将军有什么建议吗？这当然我讲这就是退伍军人的价值所在。因为现役军人穿着军服的，不管他的阶级有多高，他是不可以自己对外发言的。他所有的发言要经过总政战局的同意，要经过部里面的核定，你才可以发言。所以一般的军人他是无声的一群，他是最有武力能力的一群，他有枪有炮，但是他不能说话，不能对外发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提早退伍，因为通常以前提早退伍下来的这个老将军大概都60岁以上。退下来之后，他们的发言，那时候我在军中，我是少将，我听了，我觉得不对劲。为什么？他影响到我了。他曾经以前是我的司令，曾经以前是我的主官。他退伍以后，他到大陆去了，他到大陆去跟他握手言和，甚至回来在某些参会的场合，他会跟我们讲说：你们都不知道现在大陆按照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那铁路公路建得漂亮的不得了现在他的这个进步的速度早就超过了台湾。我们台湾要拆一个房子，要做一个这个合宜建宅，要做个建筑物，搞个半天，民意这里抗议那里抗议。在中国，共产党说你拆就拆，少废话，不拆就把你关起来。言下之意，这样是对的吗？这样是对的吗？不讲民主，你的房子、你的财产说拆就拆。如果拆到你的房子，你开心吗？如果拆到你的财产，把你充公做道路，不补偿你，你开心吗？那当时因为我穿着军服，我不能这样对他说，我也不能对他这样讲，我更不能出来对媒体公开放话。所以我就想一想，我穿着军服的日子还有10年多。我如果这10年多我继续在军中从事建军备战，那就是一个点而已。那可以取代我升这个少将来带兵打仗的人太多了，但是可以脱掉军服到外面面对媒体，把这些真正属于退将的肺腑之言讲出来的人，我觉得敢说的不多因为我们出来，我跟彭笑大哥这样出来发表这些爱国的言论，支持政府的言论，我们是要挨后面的批评的。你要说你们是叛乱，对，怎么可以这样子？会批评我们，我们是错的，好像我们两个是错的，好像我们是叛徒，我们是叛徒，我们是蓝皮绿骨。我就讲，如果你一直坚定的所谓蓝与绿，你心中就没有国家。你要爱护这个国家，你要守护中华民国，军人一定要超脱蓝绿。
没有蓝绿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出来，我提早退伍就是这样，因为我算是最年轻的退将，我应该算是目前来讲最年轻的退将，但是我却有勇气出来说出中华民国国军基层单位心中的那个痛。你这些已经退伍、曾经是我们长官的人，到对岸听人家讲话，到对岸跟人家握手，到对岸做生意赚人民币，那请问继续在军中执干戈以卫社稷的这一群年轻的子弟兵，这群国军的真正的中坚分子，他心中怎么想？我在干什么？我的长官之前教我要这个反共，坚持民主立场，现在他到对岸去收共产党的果实了，那我们到底在玩什么？他会产生动摇，他心中对于这种为国保民、捍卫民主的这种决心会产生动摇，所以必须要有退将出来，在媒体上说出他们的心声。这些人生于台湾，喝台湾水，吃台湾米，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让台湾永保自由民主，我们要有人权。这是这一群国军的战士、国军的民主捍卫者心中最想说的话。他心中没有所谓的中国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没有，他心中只有中华民国，他心中只有保卫人民的自由民主跟人权。这是国军的真谛，他穿着军服拿着枪杆要保卫的事情，而不是保卫哪一个党执政。那但是呢，在我们没有退伍之前，我们的学长出来讲的话不是这样子的，党国，国民党的政治这个生涯结束了，中华民国就要灭亡了。我们以前听到的，我们的学长上电视都是这样讲的。可是我们在军服穿着，在举光日看着，在电视新闻看着，我们心中在淌血啊！这讲的什么东西啊？这不是我要的啊！这不是我穿军服的目的啊！这不是我牺牲青春捍卫中华民国的目的啊！所以会对我们对于国军、对于国家的信心产生动摇。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人勇敢的说出来。后来发现我并不孤独，还有彭笑大哥，还有很多跟我相同理念的人，因为我们开始出来说了，刚开始会挨骂，刚开始会被这些同胞、这些曾经在一起的这些长官不谅解，可是经过我们勇敢的说，讲出正确的话，我现在发觉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军中的这些以前我带过的部属，我带过的学弟，我以前在官校带过的学生，他们纷纷到我脸书上面给我按加油。指挥官，你说出我们的心声，你讲出了国军心中对于国家的热爱。可我发现我并不孤单，而是以前我们没有勇敢说出来的这段时间，是国军感到沮丧，国军对于国家的认同产生的迷失，这是国家最大的灾难啊！所以我说，退伍军人、退将有没有责任？他有责任，他有坚定国军信念的责任。退伍军人、退将有没有什么作为一个目标？有，他有带领国军继续朝民主、自由、人权继续勇敢向前迈进的目标。所以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不是一个人做得到。所以不是说我们可以出来这个评论的人比较了不起，比较伟大，不是。我们希望我们真的是这个做个起头作用而已。我们是抛砖引玉，我们希望更多退伍军人勇敢的出来讲出来你对国家的热爱，讲出来你牺牲青春、牺牲跟家人相处时间，我捍卫民主、自由、人权，我心中的那一堂热血。要让这个热血在中华民国各地散布，这才是真正消灭共产主义，让这些解放军，让这个中共没有办法武力统一台湾真正的我们的力量。所以我讲，我们没有办法全面的去跟解放军做大会战，我们打不赢，他人太多，武装力量太强。但是我们可以制造台海这边的局部优势，我们可以守住民主，守住自由，守住人权，这是国军的不二价值。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军人读训。第一条，实行三民主义，捍卫国家，不容有违背怠忽之行为。第二条，拥护中央政府，服从长官，不容有虚伪背离之行为。第三条，敬爱袍泽，保护人民，不容有倨傲粗暴之行为。第四条，尽忠职守，奉行命令，
不容有延误怯弱之行为。第5条，严守纪律，勇敢果决，不容有废弛敷衍之行为。第6条，团结精神，协同一致，不容有散漫推诿之行为。第7条，负责支持，崇尚武德，不容有侮辱贪鄙之行为。第8条，刻苦耐劳，节俭朴实，不容有奢侈浮华之行为。这非常重要。这如果包含我们自己台湾的民众，包含我们的国军，如果没有认同、了解这些事情，我觉得的确很容易被分化，认为这样子是不行。所以有时候我很难过，看到大家每次在整个大典的时候，都会问说，这一次国庆日总统到底会讲几次中华民国，讲几次台湾？然后呢，真的现在在这一次国庆用了最大的国旗，直升机挂着中华民国国旗飞出来的时候，又听到另外一个声音说，你不配用中华民国。哎，做人真难，不讲也被你骂，弄最大的国旗你也骂。我觉得这可能都在分化的手段里面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要更为清楚。我想今天透过我们同教大哥跟于将军大家可以更了解中共对于渗透的部分的严重性。那我觉得也应该作为今年2022年。我觉得说台湾的民众应该要觉醒，甚至不止台湾，所以我觉得坚持反共立场，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我觉得我们都在这一年应该要提醒我们自己所在地的政治人物，都要为这件事情有所准备跟警惕。再次感谢2位来宾，也感谢大家的收看，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持续的支持我们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感谢。